魏无羡看着他这副惶惶不安如同小兔子一般的模样，忽然笑了起来。我就说嘛，你这么金贵自持的人，怎么可能亲过姑娘吗？你要是真亲了，还不得一根筋的对人家负责到底。他笑在明亮的空气中，笑容里的舒心和喜悦一览无余。那笑容开在蓝忘机心上，烂漫馥郁，摇曳的看不清楚。他耐住砰砰乱跳的心脏，问道：“你呢？”啊，我。魏无羡唇角坏坏地一勾，嘿嘿，你觉得呢？蓝忘机避开魏无羡的目光，认命般的垂下了眼。他觉得，他不觉得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觉得，或者说，他不想承认冲进自己脑海中的想法。话说蓝湛，魏无羡浑然不觉地道：“昨天那古怪的禁言术，真的是你亲了我一口给亲好的？是不是必须要施术者亲自上嘴才管用啊？难怪你一直不肯告诉我。”蓝忘机沉吟许久，才道：“抱歉。”哈哈哈，抱什么歉嘛？魏无羡盘腿坐着，双手在桌下抵着脚踝，干笑道：“说到底你也是为了帮我解数，该我谢谢你才对。不过我就是觉得你家禁言术挺神奇的，居然还不能挣扎，一挣扎居然这么麻烦。幸亏我是个男的，我要是个姑娘的话，你亲不亲还是个大问题呢。”蓝忘机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：“不常有。”哦，你是说这种情况不常有吗？魏无羡奇道，心中嘀咕：蓝湛从不打诳语，那看来是我撞大运撞上了。这样说的话，昨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蓝湛了。哎呀，我的初吻呐！想着想着，他不禁咬了咬嘴唇。昨天的吻只在电光火石之间，还没等魏无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结束了，以至于到现在想起了也半点实感也无，什么触感了、味道了，该有的指标一个都不记得，只记得唇上一凉，凉了一会儿，便热乎乎的发烫，和他那会儿的脸蛋一样烫。他鬼使神差地看着蓝忘机抿紧的嘴唇，原先从未留意过，如今也算有了亲密接触，不由得好奇起来。那双唇生得很美，既不饱满，又不单薄，线条恰到好处，不言语的时候既不上翘，也不下垂，玉似的颜色清嫩如花瓣，淡淡的有些粉。魏无羡忽觉可惜，昨天怎么就没能好好感受一下呢？反正我们俩都是男的，亲一亲也没什么的。的确没什么的吧。少年一颗浅窄的心被好奇与不甘占据，魏无羡稀里糊涂就下定了决心，他要让蓝忘机再禁言他一次，然后拼命想说话，万一不成，大不了让蓝忘机给他解开就是了，万一能成，江湖救急，蓝忘机就想亲也得亲，不想亲也得亲了。蓝湛，你说你们这家规怎么就这么爱井号、美元、百分号与星号？蓝湛，你问了没有七夕节那天放不放假呀？我给你说，怀桑告诉了我几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井号、美元、百分号与星号。蓝湛呐，你理我嘛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不嫌烦啊？你说话也行啊，或者你井号、美元、百分号与星号。心里有主意的可不止他魏无羡一个。蓝忘机似乎也铁了心，任凭魏无羡如何撒泼打滚，引诱撩拨，他都不为之所动，只是时不时嗯一声，或者干脆就不理他。魏无羡说的口干舌燥，可蓝忘机依旧泰然自若。他终于忍不了了，豁然直起身子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以为他要发火，停下手中的笔，定定地看着他：“你再不理我，我就把昨天的事说出去了呀。”魏无羡挑眉道。蓝忘机眉心一皱：“你？”魏无羡乘胜追击道：“蓝二公子好大的架子啊，昨才刚亲完就不认人了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叫轻薄。”“我没有。”蓝忘机不假思索道。“没有什么？什么没有？”魏无羡故意抬高了声音，挺直胸脯，笑着道：“你都亲我了，结果还翻脸不理我，不是轻薄是什么？以为道个歉就算完了？连你自己都说昨日那种情况很少有，那我如何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万一就是你自己想亲我，特意编出来的一个幌子呢？”蓝忘机从小严于律己，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行差不错，哪里受过这样的诽谤？他只觉胸中一团郁结之气，站起来盯着魏无羡道：“你待如何？”魏无羡毫不惧他，也站起来，和他端然平视道：“我要你再证明给我看，是不是只有你说的这一种解法？”荒谬！
蓝忘机气得眯起了眼，伸手就要取放在岸上的碧尘。魏无羡早料到他有这一手，掐指捏了个诀，铜在岸上的随便晃动了2下，旋转着腾起，一下子把对面岸上的碧尘弹出3丈远，2把剑就这样叮叮当当地飞到了远处的书架旁。你，魏婴！蓝忘机双拳紧握，魏无羡一个闪身挡在他面前，笑道：忘机兄别生气，我把随便和碧尘弄走，是怕咱俩真的打起来。这里可是藏书阁，以你我的本事，真要是动刀动枪，还不把房顶削没了？蓝忘机心觉有理，肩膀随着呼吸耸动，沉声道：别闹了，